大家上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:21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。那好，我们现在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啊。我们上一期视频，也就是前天，我说在这个位置做多啊，然后下方设止损，止损的距离很短，然后向上的空间还是值得一搏的。很幸运，还是收到了一些收益，然后我的单呢，基本上是在大概这个位置啊，104000附近，止损平掉了，目前在观望当中。那我们继续看一下次级别的这个 K 线啊，它是阶梯式的往下掉。我们再看15分钟级别，有点像麦当劳行情啊。然后像这个位置给了一个15分钟级别的底背离，给了一个反弹，但是还是整体下降趋势线，它是一直往下掉的啊。所以这种行情是最可怕的，它不知道掉到哪儿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斐波那契这个高点，这个低点，它反弹到 0.786， 然后回调。那回调的话，这个高点在这个低点，它现在已经破了 0.5， 如果把这个低点放到这儿的话，它刚好走到 0.382， 那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做多单呢？可以，但这是短线啊，听清楚，如果要是做短线搏一个反弹，止损位一定要设得非常短。这个点破位上来，下方设止损，已经响了啊，这个时候可以做多单了，但是止损位是这个下方啊，这是超短线啊。但这样的话，假设刚才已经下了多单，那好，这个位置很可能下来一次就止损掉了啊。还有各个交易所都不太一样，还有加上一些猫腻儿。这个时候你要是不设止损，如果继续下的话就咬住了啊。咬住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开始激发你的人性，不断的去加仓加仓加仓，已经止损掉了啊。如果你刚才要是做多的话，所以我们回来啊，这个位置是一个波动形态，那现在破了 0.382， 如果继续破位，那就大概率还得下来啊。那就意味着什么？前边这个是推动了 ABCDE 的可能性比较大，那这边呢是 WXY 的反弹调整，然后呢这边呢可能再得来一个，那就是这样一个 ABC 的调整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观望，不太好进场。市场 K 线形态上没能给一个明确的向上或者向下可能性，然后我们的止损位也不是很好设，所以只能等。我做过很多期视频，等是最难做到的啊，因为它不符合人性，需要逆人性的去看这个市场，管理你的行为动作。索罗斯讲这个叫反身性。那我们呢做交易的时候，时刻
要提醒自己，管理自己。那比特币呢，也就是这样啊。今天行情实时的就分析到这儿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因为没法做单，现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看一个新闻啊，挺有意思的。最近川普上台以后，夫妇发币，甚至什么保姆发币，乱七八糟的，震惊的不只是美国政坛，币圈也懵了，懵你妈了个逼懵！大家伙儿不要介意啊，美国是民主国家，可以随便骂。美国政坛懵不懵，震不震惊我不知道啊，币圈懵个粑粑，懵的人活该赔钱。川普不是第一个啊，之前什么又是马斯克，又是孙宇晨，又是赵长鹏，这一波那一波，韩国的岛冠、Luna 等等等等，什么三箭资本，乱七八糟一大堆，没完没了的这种所谓的热点，你跟着怎么样了？死路一条。你赚不赚钱跟川普发不发币有什么关系？狗狗币马斯克有什么关系？你能量化吗？量化个六，傻不傻？数字货币、加密货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不去研究，它为什么有用？你不去研究。马斯克喊了一单，狗狗币就涨了吗？还有跌的时候呢。川普的这些币也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本质上就是愚弄大众心理，顺着人性，告诉你所谓的热点，然后让你买在高位以后，把你收割了，很正常的一件事儿。永远就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这种所谓的热点上，关注热点了，你赚钱了吗？什么流量为王，你拿到流量了吗？拿了流量以后你赚钱了吗？到年底了，尤其国内大陆的有几个赚钱了？别吹牛了，别骗自己了，没有任何意义啊！你有那个时间，还不如好好研究研究，为什么比特币走了这么些年，能平稳的非常健康的向上走，为什么？它从出世以来到现在，为什么能平稳的向上整体？原因是什么？它有什么内在逻辑？它能用在什么地方上？一个投资标的能走这么长时间，如果是什么中本聪所谓的那种逻辑的话，不可能存在到这儿，活得这么好，不可能，不存在。那这里头你要研究的东西就多了。世界上能把金钱游戏玩到这份的，无非也就那几个组织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某几个大国，明摆着的事儿，总想拿一个小说好玩的故事，完了就把这个给解释了。这就是绝大部分底层散户小韭菜们的思维逻辑，二极管思维，简单逻辑，标签化的思维。简单呢，不愿意思考啊，
不愿意思辨呢？不愿意查资料，不愿意学习啊，这是人性啊。符合人性的去被这些个高层的有钱人、上层的这些人物玩弄着，完了随便整个破币都能给你兴奋的不得了，然后把大把的钱、辛苦努力搬砖的钱扔到这里头，等着盼着他能给你财富自由。不是你傻是谁傻？所以像这种写这种稿的人，他也是耍笔杆子赚钱的，就是写这玩意儿标题，永远都喜欢这种。因为啥？这玩意儿符合大众心理，他就愿意点进去看。有用的，就没人愿意深挖，尤其是大陆人，浮躁的国内大陆人啊，尤其是急功近利的这些想迅速发家致富的这帮人，小韭菜们。但是我很庆幸啊，我这个频道里但凡过来的人，能看这个视频的人，我相信你们还能好很多，至少理性的面对问题，尝试解决问题。你像我这个频道啊，是连续剧啊，尤其是交易日志、最新行情这一部分，你们可以按着顺序去看过来，看我整个2024年是怎样分析行情，一路实战分析过来。你说我预测预判对了也好，错了也好，无所谓。你看我这一路是怎么来的。聪明人、有耐心的人，你就把这个顺下来，你的交易都能好很多很多。如果你要是零基础，那就从技术分析开始，这里头的这些东西都学会了，简单的数已经够用了啊。如果你想明白本质的问题，交易策略应对心法这里头我也讲了很多很多，相关基础的一些加密产业的相关东西这里边也有。你想打鸡血，全世界标杆式的牛逼的交易员啊，这里边也都有，自己查资料查去，有 AI 呢，有百度呢，谷歌的。看什么破新闻呢？你即便看新闻，你也找点权威的新闻，别看小道消息、小报。你要喜欢看那玩意儿，你还是看小品、听相声吧，没意义。所以说，回到正题，我们是交易赚差价，不是吃瓜跟那儿看有的没的茶余饭后的。这是真金白银扔到这个市场，然后博价差，无论是做多做空，做现货还是合约期货，无所谓，只要赚差价就行。这样我们才能用小钱一点一点的滚雪球。所以希望大家听明白，想清楚，我究竟能不能玩这个市场。玩不了，趁早离开。但是想尝试，那就慢慢去学，一边学一边做，积累经验，试错，慢慢你就会明白你的盈利模式。那好，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